是妮妮江。明天呢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期 Good Friday， 所以呢，我跟演哥打算去马来西亚居銮的南巴山爬山。因为在5月份的尾部，5月底是26号到29号这期间呢，我们会去爬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山叫林贾尼山。那这座山其实很有挑战性，所以在那个之前，我们呢就会经常去马来西亚的山做训练。那林贾尼呢，其实去的那个时候是他们正好有一个林贾尼的越野赛，那演哥会去参加那个越野比赛，那我呢就会跟2位好姐妹一起去爬林贾尼，我们会徒步，就很期待5月份的林贾尼之旅。因为林贾尼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山，很多爬山的就是爱好者都向往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去林贾尼攀登林贾尼，看到林贾尼的火山群。那在出发之前呢，要准备一些行李啦，然后等一下准备完行李，我要做一个身体小护理。因为就是很尴尬的是，最近因为骑车跟爬山比较多，所以最近皮肤变得非常干，而且我的手臂上跟我的脚全部都有那个穿骑行服然后晒到的那个痕迹，包括我的腿也是，大腿这里、膝盖这个地方。因为之前摔倒了嘛，所以现在就是坑坑洼洼的。大家看我的手，上面全部都是晒到的印子。然后其实我的那个手臂上面都有很多毛，而且我的手指这边也有很多毛。视频的开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一直在使用的身体护理小仪器，就是这个Ulight 的脱毛仪。因为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女生。那户外运动的时候，常常在新加坡，特别是夏季的时候，就会穿无袖嘛。我特别喜欢穿这种无袖的衣服，然后还有短裤。那如果在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身上有一些毛发，就会非常影响美观，而且流汗的时候还会有异味。所以呢，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在新加坡的 shopping mall 里面买那种 IPL 除毛的配套。那这个配套通常它都会做10到20次，可是它非常昂贵，它的价钱大概是新币3000到4000左右，就一整个配套。那我是有除手臂跟大腿还有嘴巴上的这个毛。那我这个配套在去年做完了过后，我就觉得好贵啊，我不想要再续那个配套了。那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了解到有一个家用的 IPL 冰点脱毛仪，就是 Ulight 的这个产品。那其实去年到现在我已经观望了大概1年的时候，那我没有下手。迟迟没有下手，因为我的那个 IPL 的配套还没有使用完。所以今年呢，就在我使用完了我那个 IPL 配套过后呢，我就使用了这个家用的脱毛仪。我已经用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个月以来的使用心得。我们先开启这个机器，开启过后呢，我们就选择模式。大家在开启侧面的这个电源过后呢，就可以选择轻柔模式、身体模式跟强力模式。轻柔模式一般就是比如说唇部的毛，或者是手指的毛，或者是一些私密处像比基尼 line 那种比较敏感的部位，就是可以用轻柔模式。还有第2个模式是身体模式。身体模式比如说我们要除四肢还有前胸后背的毛，就可以使用身体模式。那它还有一个强力模式，这个强力模式我是比较少用，因为它是针对那种毛发长得比较深比较黑的部位。 OK， 选择了我的轻柔模式过后，戴上眼镜，然后你在前一天脱完毛过后，第2天才可以开始做这个脱毛的工作，是直接在比如说手指上面长按中间这个按钮，就进入连续打光。
我在刚刚使用过后呢，我就会觉得它这个出光点的设计非常冰凉，在打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觉得有灼伤感，就是非常的凉爽，非常冰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30分钟保持冰感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好。我在去年了解到这个脱毛仪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能量呢好像是6焦耳每平方厘米。那这个最新的就是最新出的这一款呢，它的能量升级到了7焦耳每平方厘米。那它的能量升级就代表着它的这个力度越强，那力度越强就代表着见效会更快。他们的这个新款握在手上的感觉非常小巧，就好像是 iPhone 或者是遥控器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轻啊。所以在我脱完整个身体的毛，好像大腿跟手臂的时候，这么使用的时候呢，因为它很小巧，所以手不会觉得很酸。我用的这个 Air Tree 这款呢，它的出光速度升级了，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它现在升级为每 0.7秒会闪一次。因为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就会这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每打一次就是每闪一次，它只需要 0.7秒。那这个其实是推荐大家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呢，先是使用4周，然后一周大概是使用3次。那保持这个频率过后，的几个月，你就可以慢慢减少到每周2次，或者是慢慢减少到每周1次的这个频率。所以说，就是要坚持使用才可以减少我们的毛发。如果你们也需要一个家用的脱毛仪的话呢，那 Ulite 这边有给到一个打折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这个视频下方的 description 描述栏当中呢，去寻找这个打折码，还有购买链接。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就要出发去马来西亚的居然爬山。OK， 明天再见。出发，开心吗？开心。新添了红绿灯哎，在 checkpoint 这里，以前都没有。哎呀，这是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在按喇叭。这个车堵的。今天是公共假期，所以就是很多车堵在这边。现在我们是在图瓦斯，要去到马来西亚的 checkpoint。入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加个油先，多少钱？13号20块97。刚刚我们碰到了那个哈雷的朋友。我们走了1个半小时，从高速从新加坡图瓦斯来到了居然。终于到了居然，来到居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太饿了，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没有吃东西，然后骑了1个半小时来到了居然。然后第一个想要吃的就是东甲牛肉面，就是上次我们骑行环岛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很喜欢吃的那个牛肉面，要再来吃一次。东甲牛腩面，哇 ，Thank you， 小哥很可爱，这是他们已经切好的肉。然后他们有3个米，一个是这种碱水面，然后一个是这种赖粉，一个是细米粉。又来到了熟悉的地方，居然。我们这次是来居然2天1夜，今天来到了居然过后呢，先把行李放在酒店里面，然后下午我们就会出发去居然附近5公里，离居然市区5公里的南巴山爬山。所以这次的行程呢，其实是一个爬山加吃喝玩乐的2天1夜居然行程。我们点的是餐的牛腩加牛筋跟还有什么
牛肚的一个餐的面。哇，这么大口，味道如何？不错哎，形容一下。肉质筋道，好晒呀、今天。好帅，好晒，不要听错了。给大家看，我们点的是那个面，就是黄色的面。这个就是南巴山，然后最上面最高峰就是一个电视塔，我们会爬到那边，就是它的最顶端。Selamat datang ke Gunung Lembak。嗨，大家好，来到了Gunung Lembak南巴山的山脚。我记得疫情前好几年前，我们来爬南巴山的时候，楼下山脚这边就有一个卖水果的小摊位，然后他现在还在这里耶。然后他现在，因为我记得他是因为他有一个老虎的那种玩偶在这边，还在这里，是同样的味道，同样的地方。这个南巴山爬上去不会很高，500多米，海拔500多米，然后估计上下可能就3-4个小时就可以完了。爬到山顶，它有一个电视台，电视台有一个那个电视台的信号塔，那个就是山顶的位置。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岔路口，可以下去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那种百年古树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去找那个百年古树。走啦，进去啦。我们带了1人1瓶水，然后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带，空手。一进来就是树根的路。这树里面好多声音啊，我听到有知了，各种鸟叫，特别大声。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到吗？还有一个好像是人学的那种叫声，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某种鸟类，因为它一直不停的在叫，就是好像哇哇哇的那种声音。溪流，这边竟然有溪流哎，非常清澈的山泉水，看一下山泉水。这个树根，这一整个山哦都是树根路。山是超级暴汗山，疯狂的在流汗，天气太闷热了，眼哥已经流成了瀑布了。爬了一段一直上坡的树根路以外，现在呢渐渐的是一条比较平缓的上坡路。这个比较平缓的上坡路就比较好走，是这样的。马来西亚的山哦，白天真的很闷啊，因为它树叶很茂盛，在这个树林里面，所以呢就把所有的空气都给压缩的比较不透气，所以就走起来特别的闷热，真的是疯狂暴汗。你看我衣服已经湿掉了，超热。哇，这个树根可真是非常的艺术感啊，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从旁边这个大树里面倾流而下，在山里的蚂蚁都超级大。又来到了这个超级难爬的树根路，前面这里超高，一直到这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树根路，非常陡峭。这段路是需要用这个绳子稍微帮助爬上去，因为呢这还蛮陡的。
程最陡的地方。这边应该是全程最陡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斜的黄土路，然后呢有点滑啦。如果有下雨的话，这地上就很滑，所以他们就放了很多这种可以扶着上去的绳子在旁边，那你就可以借着绳子的力这样拉上去。现在应该是不远就会到山顶了。我有没有表现得很像个座机。我们已经到了山上面的一个电视塔，就是我们刚刚路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塔。然后呢，我们刚刚上来那个是南山路，它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北山路。那在电视塔这边有个亭子，这边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国旗，欢迎大家到此一游。然后我们刚刚一路上有遇到那个鸟嘛，它就一直在叫，一直在叫，这样哇，太吵了，哎。所以我们已经到山顶了吗？不是有一个那种电视塔可以踩上去的栏杆吗？在那边 ，OK， 继续。还有一个大树嘞。嗨，我在南巴山的山顶上，这里可以看到居然的城市。这个杆就是每一次大家来到这个山顶都会要来此拍照的一个电线杆，然后它特意就是有这种地方可以让大家爬上来拍照。然后我身后就是居然的城市，耶！今天天气不是很晴朗啊，就是天上有很多乌云啊，然后这里有很多雾，所以没有办法看清这个居然城市的这个景色，就是蒙上了一层的薄雾的感觉。然后这里是电视塔。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找大树了，一棵100年大树。我曾经在那里许下一个愿望，就是在我曾经还是单身的时候，就在那个古树那边许下一个愿望，说要保佑我找到一个男朋友。结果真的愿望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还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这个就是山顶上的这个招牌，这里写的510米海拔。然后 Gunung Lembak。OK， 去我们下一个 Big Tree。Big Tree。去大树这条路呢，它不会特别长，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陡的一个坡，然后就有很多大石头跟树根有点滑，有很多落叶在这边。哎，走吧。嗨，朋友们，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 Big Tree 的地点。这个树真的超大的，你看我一个人，他可能好几十个人才可以围着绕它一圈哎。这个树干的直径超大超大。然后我们刚刚那一路下山哦，简直一直在下哎！我在想，等一下上山肯定完蛋了。给大家看这个树到底有多雄伟，我们这还可以爬上去。好多蚊子！哇，这个树真的好大！我的天，这是长了几千年才可以长到这么大。几千年没有，可能几百年吧。终于到了，这个山爬到我要怀疑人生了。我突然觉得，我刚刚上来的时候讲说明天还要再来，我真的是小看了这个下去大树这段路哦，真的是比较难。就如果大家呢，就是体力比较差的话，就可以爬到这个山顶，然后大树就不下去了。但如果体力好，可以继续下去大树。大树那一段下去的时候我腿软，上来的时候有点怀疑人生。好渴呀！我们的水是不是没有了？可能水带的少了，
可能要一人带2罐水才够。下去吧，山下见。山下有一个那种水果摊，还有卖冰镇椰子，我的天！赶快赶快！为了这个冰镇椰子，我都要走快一点。太爽了！山底下刚好有冰镇水果，西瓜。救命啊！这个是。然后等一下来喝一个椰子，太爽！既可以喝掉一整个椰子。太爽了！刚刚下山我全靠这个椰子，然后一直在想椰子，所以才下来了。10块5毛。哇，这个酒店比我们上一次环岛的时候来居然的那个酒店还要更好一点。这多少钱一个晚上？我有点忘了，30几，我会打在屏幕上。反正这个酒店我觉得它很大，它房间，然后呢是2个单人床。这边，然后它有什么都有提供，就是有那些牙刷啊那些东西都有，然后感觉比较新，比我们上次那个还新，而且它的窗户很大，超大的窗，从这个窗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爬的那个山居然山，给大家看一下。居然山在这边，这一座就是居然山，其实它离市区只有5公里不到，很近的。OK， 我们现在呢要冲洗、冲凉，然后休息一下。晚上呢就是出去寻找美食，然后我很想吃上一次来居然的时候吃的那个猪肚鸡火锅，那种非常滋补养生的猪肚鸡火锅，所以我们可能晚上会去吃那个。当当，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我们又来到了这家传承养生猪肚鸡火锅。上一次我们环岛的时候也有来吃过，这家的名字叫 Legend Pot 猪肚鸡火锅，非常的滋补养生，那个汤超好喝，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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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昨天晚上睡了一个非常好的觉，今天早上一大早。眼哥呢就自己一个人又去爬了南巴山，然后我因为太懒了，然后不想起，他一大早天还没有亮他就去爬了，然后现在呢他应该快回来了吧，然后我们等一下中午就会 check out 酒店，然后找个地方吃饭，吃完饭呢就要回到新加坡啦。是一个芒果，昨天买的，5马币3个芒果。超级大芒果！你不是10点回，现在都已经12点了，发生了什么？跟3点跟人家吹吹牛逼。碰到了新加坡去的？没有啊，马来西亚的。我们在走之前来到了这家传统饼家，买个豆沙饼。通化饼家。好可惜，现在咸豆沙饼已经没有了，2点半才有。好可惜，没有了，这样我们下次再来吧。它这里有卖咸豆沙饼、甜豆沙饼，还有香饼，5块5 ringgit 一包。那我们就随便去吃点东西，因为我们等一下想要去 JB 那里吃火锅，麻辣火锅。之前我们有去过的一家。先吃个鸡饭吧，这里有一家卖烧腊的，就在那个东发饼家旁边。一盘是烧鸡饭，然后眼哥点的是烧鸭面，还有猪大肠。哇，这是大肠头跟豆干。在回去之前呢，我们又来到了位于中后巴如这边的五福城的一家火锅店，一个成都火锅店叫蜀大侠。这家店我们之前已经来过了，觉得味道蛮不错的，所以呢这次又很想要吃，就是 craving for 麻辣火锅，所以我又来了这里。不过现在有点早了，等一下大概3点半的时候我们再进去。现在我们就在五福城附近这里逛一下，这里还蛮多店可以逛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 shopping mall 可以逛，所以我们就走走看。这边有一家韩式 coffee， 这感觉还不错。汉梦。
好喝，好喝，味道真的非常不错。这个咖啡 Park Coffee， 它是在一个车上面卖的。我们点了一个鸡汤跟一个麻辣清油。哇，我们点了牛肉。我是倪妮香，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